从哈马斯公布的图片，用这个反坦克火箭筒打以色列坦克，像打靶一样。巴萨特上校带了一个小队去进行救援，7名队员全数被歼灭。巷战的这个状况可以看得出来，以军长期的安逸。以军他发布的可能就是一个坦克和一个建筑物开炮，一串人在后面等着坦克排除障碍。这很典型因巷战所做的强化防护。哈马斯他攻击目标是很明确的，不管是一个坦克、一个装甲车，还是一群以色列步兵，都很明确他要打什么。那你不要轻易牺牲，抱着爆猎物装置放着我就跑，旁边就地道蹲进去，一爆炸马上反坦克再补一枪。大多数无法适应高强度巷战，因为我们知道巷战很吃心理。哈马斯就抓住了这个弱点，由他来救援，把他全部给歼灭。巷战本身的环境，攻方和守方很大的不一样。守方来讲，战场相对很透明；对攻方来讲，你面对的是非常不透明的战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很欢迎总编这个开年第一集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报道是绿媒在台湾都报道，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已经全世界知道了。对，因为以军的这个精锐哥兰尼旅哦，这个是他的正规编制，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后备军人动员的哦。哈马斯这个战力真的让人家很惊骇啊！那这也城镇战，因为对台湾来讲，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哦。经过了这个2个月的战斗之后，竟然要从加沙地带来撤军。你最精锐的为什么撤军呢？因为呢，从10月7号啊，就是以阿这一轮新的战争开打以来呢，以军不仅呢损兵折将啊，而且呢是打到省到什么程度呢？士兵阵亡的数目，有人说可能有隐瞒或低估，也就算了。他的该旅的指挥官啊，整组被端走啊，这个组长上校阵亡，好，然后呢，第13营指挥官也阵亡啊。那首先呢，这个事出的起因是这样啊，有4名以色列的士兵呢，因为脱队啊，被哈马斯士兵围困啊。当时呢，这个指挥小组呢，这个叫巴萨特上校呢，就带了一个整个的小队去进行救援啊，就抢救雷恩大兵啊，结果被哈马斯的战士给射俘啊，7名队员全数被歼灭啊。这个巷战的这个状况呢，可以看得出来啊，以军呢长期的安逸啊，这个是中国兵工科技的军事杂志的主编他所表示的。大多数无法适应高强度巷战，因为我们知道巷战很吃心理哦。哈马斯就抓住了这个弱点啊，然后引诱他来救援，最后呢把他全部给歼灭。必须说以军打到现在啊，他的阵亡数大家都说是不是有低估的状况？第二点到底消灭了多少哈马斯？以军到现在也无法确认。消灭的平民倒是非常多，都已经2万人哦。对，因为巷战这个元素会是在台海战争中，现在美军给我们的主旋律哦。你怎么用这个角度，我们怎么来看以军这一次最精锐的哥兰尼旅竟然遭到整个指挥部毁灭性打击？其实巷战对于攻方来讲，始终是比较难啃的骨头特别是2次大战。很多激烈的巷战是，其实攻方都承受非常重大的损失。最有名就斯大林格勒战役啊，是德军的第6军团整个灰飞烟灭。那另外，苏联这个陆军那时候攻击柏林的时候，柏林整个要塞化，哇，损失的坦克、损失的人员几十万人，那几千辆坦克。可见得整个要塞化的一个城镇作战环境，特别是敌人精心经过防御的相关的设计，各种火力支援，各种鬼雷，各种这个交叉火力，其实你很难克服。那在这次加沙，我认为对于以色列部队来讲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加沙地区，大家知道很多地道，以军虽然动用这个美国军人所谓钻地弹，用大火力攻击，但显然你要完全清除是不太可能、不太现实的事情。因此，在这个加沙，包括北加沙、南加沙，其实我们都经常看到以军中了埋伏，尤其是哈马斯借由这个纵横交错的地道，他采取一个神出鬼没战术，特别刚才讲到那个情节，很典型的围点打援。我把一些人拘束起来，然后我伺机要伏击你救援部队，结果这指挥官就中招啦。就全军覆没。也因此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这个单一个案，也不是最后一个个案。那随着以军地面部队更全面的进驻，包括北加沙、南加沙、全加沙，类似的场景只会不断复制。但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旅游打了60几天，他还是不知，他必须要后撤。是，那为什么？你感觉好像
账面上阵亡的士兵不超过100名，但是事实上整旅的士兵，因为面对高强度的战争，你的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你的肉体上疲惫不堪，因此他有必要退回本土进行一个必要的休整，否则相关的人员在这样的一个强力的工作环境之下，会呈现不堪负荷的状况，可能轻者就是你会倦怠，你会厌战。那重的话会不会发疯，会不会制裁，甚至攻击同僚？因此以军这样的把精锐部队拉回去休整，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边是这个以军在战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每个表情都很凝重，这是他们受伤的战友。对，为什么刚才特别讲到说损失的人员，以军可能有低估的状况？其实我们从俄乌战到现在我记得当初还有甚至一些这个支持俄乌双方的朋友都跑来叫骂我们说，你们都在乱报数字。但我必须说现在战争官方报的数字都是乱报，只有战完之后，可能要时隔 N 年档案解密，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到底有多少这么高强度的战争，以军的心理素质本身似乎比哈马斯还要脆弱。他成功的体现了一个极度残酷的一个巷战，即便号称世界上士兵最精锐的以色列士兵，常年军备，男生做3年，女生做2年，高强度训练，然后最精锐的常备役部队哥兰尼旅进去照样被击溃。就是基本上这个旅游我先不说死亡，受伤就要没办法继续工作，没办法继续战斗，他就要后撤。一个旅如果说40%、50%，那不是受伤，就是可能精神上已经出现问题，不适合再执行任务。在这个状况下，你只能后撤啊。刚才又讲到一个重点，这次加沙冲突凸显巷战的残酷性和代价之大，因此让我想起来这几年这个台海地区这个相关的防务或这个形势。那美国方面不断有智库，不断的有高官建议台湾应该这个加强武装。比如有人说，不是说一人一把 AK-47，对，那时候还大家在笑，为什么不是 M16或者是 M4突击步枪？我们为什么要用 AK-47？但这样也凸显了，事实上，如果把类似的巷战复制在台湾，那对整个台湾的民众来讲，这是一个灾难。试想以色列。他面对这样的环境，他平时一定很注意巷战。你面对的这个哈马斯就是巷战啊！你进入这个加沙，甚至约旦河西岸，你的部队一定会特别凸显，或者针对巷战进行加强训练，包括装备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色列的坦克，它都有那种顶棚装甲，或者栅栏装甲，这是很典型因应巷战那所做的一个强化防护。但我们从哈马斯公布的图片，哇，他这个用这个反坦克火箭筒，这个打以色列坦克像打靶一样。而且我很惊讶的是，每天上传很多新的呀。是，然后还有就是人抱着爆炸装置，然后跑到前面放了，人跑了。这个好像抗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宣传就是哇，我与敌人共存亡，抱着这个满身的炸药与这个坦克一起这个灰飞烟灭。那哈马斯人目前就是这个状况。后来我们就发现，以色列这些坦克被攻击，我们姑且不管它是不是完全被击毁，里面人是不是完全阵亡，至少它这个坦克这个装备受损，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因此我认为以色列阵亡的人数大概100来个、几百个，但他受伤的人数绝对是这个数量的好几倍。我觉得确实，因为之前不是还有这个所谓的D9超级装甲推土机，对，结果现在也没消息了。是，当时我们跟荣妹聊过嘛，我们看那个推土机上浩浩荡荡开进去。对，我最近真的看到很多，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哈马斯他就自杀炸弹客，他其实他们现在很聪明，他们也不要轻易牺牲。我抱着爆猎物装置放着我就跑，旁边就地道蹲进去，嘣，然后他那个一爆炸，马上反坦克再补一枪。他甚至因为以军非常仰赖坦克做掩护，毕竟你说真的，他们人命比较珍贵，所以以军呢会倚着坦克步战协同前，但是他那个步战协同跟我们在俄乌战场上看到那种非常被这个战争洗礼过后的那种成熟的步战协同是不一样，他们是挨着坦克寻求那种心理的安全感。
结果就常常看到影片4、5个甚至8、9个一班在那边，一颗火箭筒下去，嘣一锅端，后面的一个哈马斯跑过来放在外力又跑掉，嘣那个坦克也趴窝了。而且历史哥可以看一下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相关的影片和哈马斯发布的影片，其实内容上很不一样。对，以军他发布的可能就是一个坦克，像这个可疑的建筑物，哇，尽量开炮，然后后面一串人在后面等着坦克排除障碍。这个哈马斯公布可能就是几个战士扛着火箭筒在建筑物或废墟里面，或者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就是打了就跑，呈现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那哈马斯它攻击目标是很明确的，不管是一个坦克、一个装甲车、一个推土机，还是一群以色列步兵，它所秀出的图片都很明确，它要打什么。但以色列的这个公布的图片，只是向可疑的目标去进行轰击，但里面到底有没有人，里面战果怎么样是看不出来的。其实这也呈现出这个巷战本身的环境，攻方和守方很大的不一样。对守方来讲，战场相对很透明；对攻方来讲，你面对的是非常不透明的战场，特别里面那么多地道，你很难洞悉战场的所有状况。这个要掩盖消息太不容易了哈。其实第一时间以色列断网，为什么？它很大程度是要中断哈马斯的宣传嘛。是。可即便这样，消息还传出来，而且自媒体太发达了，对，大家都在做。